翌日早晨，于北堂提前下楼买好包子豆浆，躲在楼道里等着。时间一到，踏出门和林廷月偶遇见到人，他将早餐递过去，用老掉牙的借口：“谢谢你昨晚载我回来。”林廷月双手插在校服口袋里，顿不瞥他一眼，没接，继续朝前走。于北堂思忖2秒，小跑着追上去，拉住林廷月书包，划开拉锁，早餐放进去，再划上拉锁。林廷月略微垂眸，冷冷地看他一眼。于北堂没闪躲，也没讲话，挺直脖子与他对视，直白赤裸地摆明我想干什么你不清楚吗？清晨的空气透着丝丝凉意，浮动在身边，像一层薄冰墙围住他们。墙内没有声音，却硝烟弥漫。因为林廷月无法讲话的特殊性，周围邻居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。来往路人经过他们身边，纷纷投去好奇的眼神，还有八卦的上来问情况。林廷月只得缴枪投降，移开视线，不再管书包里的早餐，迈步向前走。于北堂跟在后面轻扯了下嘴角，他就知道林廷月是不会在大街上和女生推搡拉扯，直接塞进书包是最好的办法。后半段路，于北堂没再去打扰，默默地跟在林廷月身后走进班级。时间尚早，班主任还没来，班级里抄作业的、聊天的闹哄哄乱成一片。于北堂拿出单词本，默写英语单词。你买早饭没？我快饿死了。范康的声音清晰从后桌传来。林廷月打开包往外拿书本，无意中带出于北堂买的早餐。范康一把抢来，打开包子袋闻了闻，肉包子，专门给我买的。林廷月一把夺回，放进桌堂。范康眼珠咕噜转了一圈，拉长尾音，怪音怪调道：“看来是小爷我自作多情了。说吧，又是哪个追求者送的？”他手摸下巴，故作玄虚，连你不吃肉都不知道，一定是新手。首先排除前疑，新手。范康缓缓抬眸，目光落到于北堂身上，心直口快地张开嘴要问。一大块面包塞进来，嘴里塞满满的，不留一点空隙，简直致死的量。范康呜呜着说不出话，捏着面包拿出来，咳了2声，活动下巴。你想噎死我？林廷月没理。范康忽然笑了，手肘撞林廷月，见嘻嘻说：“心虚了。”林廷月扬头往范康座位的方向指了下，又把整袋面包塞范康手里，眼神说：“滚蛋。”范康嘿嘿地笑2声，指指他手里的牛奶：“这个也给我。”林廷月、范康吃着面包，喝着牛奶，美滋滋地回到座位，给林廷月发消息：“放心，兄弟嘴很严的。”转头就给于北堂发：“他不吃肉，下次再买肉包子直接给我。”于北堂盯着范康的消息，懊恼地抓了抓头发，第一次送早餐就踩到人雷点上，真该死。他给范康回了谢，第2天麻利地换成三明治和牛奶。林廷月不吃于北堂买的早饭，也不许范康吃，又没喊回去。范康百思不得其解，午休时问：“心动了？”林廷月拧眉，双手展平，掌心向下，再翻转为向上。什么？于北堂？范康加重语调。林廷月懂了，回范康个神经病的眼神。没心动，你干嘛不吃他买的早餐？还不许我吃？范康叨叨不绝。北堂意思已经很明显，心动就抓紧在一起，别毕业后留遗憾。林廷月不理了。哎，范康长叹一声，我长这么大，女孩手都没摸过一下，有这么的大美女追，你还不珍惜，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林廷月还不理。范康给他一拳，沉默个鬼啊，和我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林廷月压根没想过什么心动不心动的问题，校园恋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的。他在篮球场旁边的长椅上坐下，拇指和食指相捏，拇指弹动食指间，再说少向女生借小说看。范康也在长椅上坐下，打量林廷月一眼：“你长得帅，成绩好，于北堂喜欢你，想追你也正常吧？”林廷月面容严肃地抬起双臂，手指灵活地比划：“北川那么大，他会没见过长得好、成绩也好的男生？丰旭只是个偏远小县，北川不一样，那里才貌双全又多金的人很多。”范康顿卡顿片刻，磕磕巴巴说：“可能北堂就喜欢你这款。”林廷月冷笑，同时换了一种说法：“你觉得我们的生活像什么？”范康想想，叹口气：“沼泽吧，潮湿、泥泞，看不见希望。”林廷月抬手一指飞过树梢的鸟，它落在沼泽里会窒息而亡。范康终于沉默。林廷月又抬手：“两个世界的人不适合在一起，我也没想过谈恋爱，更没时间谈，不要再提这个。”范康后仰靠着座椅围栏，仰头望向湛蓝的天空，不服气道：“全世界就一个地球，哪来的2个世界？难道我们不是地球人？”
林庭月没接话，也接不出。他们都清楚同样的天空，同样的语言，甚至同样的空气，可又那么不同。深夜，于北堂在围着布帘的小床里，对着空气练了一阵手语。经过这些天的高强度练习，他已经能够用手语做最基本的交流。练好手语，他趴在床上，点开手电筒，打开日记，翻到林庭月那页，写划画笔尖顿住。照顾林庭月生病后，他好像没那么冷了，但也没有什么明显表现。他轻叹一口气，合上本子，思虑着睡了。隔天放学，范康抱怨林庭月感冒好没几天就又开始忙，饭都没吃。超市最近客流很大，于北堂压制下冒出来的新念头。超市还那样，是项目上最近要上线。林庭月还有份工作，于北堂惊诧。梨子姐读大学后教我和林庭月写代码，我学不会，林庭月一点就通，很快掌握。后来梨子姐和同学做项目都会拉上庭月一起，薪水比做小时工多些。上次梨子姐说，这个项目结束就不给庭月安排工作了，要他安心复习。于北堂半天没讲出话，许久才开口，他缺钱。范康抢先答了于北堂的疑问，一个高中生同时打好几份工，还会有时间复习？这种困惑不止于北堂有，其他想了解林庭月的女生也来问过。林庭月基础扎实，脑子转得快，效率也高，在学校的时间足够复习。范康走后，于北堂跑进幽暗小巷，超市灯牌格外亮，像盏照明前路的灯。他循着那光走到超市旁，站在暗处隔着一段距离，望向明亮的玻璃窗。少年黑色棒球帽下戴着白色耳机，双眸目视电脑屏幕，指尖落在键盘上敲着，心无旁骛，预流出的嘈杂麻将声格格不入。午晚饭都没吃，一定很饿吧？于北堂压制下去的念头又冒出来，却没有柳暗花明后的喜悦，像吃了颗酸糖，笑不出来。他转身回家，一路慢腾腾上楼，似要把那酸糖的涩都丢在路上。进到家门，去厨房做了份蛋炒饭。小时候，于北堂时常一个人在家，饿了就啃面包。于敏觉得面包没营养，教他做蛋炒饭。后来家里请了阿姨，一日三餐准时做好。于北堂没再进过厨房，这么多年也只会一道蛋炒饭。于北堂装好炒饭，算准时间去了林庭月上班的 KTV， 像上次一样开包间点小吃。等待期间，他躲进门后，林庭月推着食物车进来，弯腰将车上的小吃一盘盘端到桌上。于北堂悄悄从门后走出来，站在林庭月身后，翘起脚尖，猛一下蒙住她眼睛，嗓音做出粗犷：“猜猜我是谁？”女孩身上独特的清甜味，林庭月不用看也知道是谁。她拿开蒙在眼睛上的手，凶狠回头，却在闪烁的光下对上一双弯如月牙的眼睛。没想到吧？于北堂唇角弧度勾得很大，灿烂又明朗，很甜。林庭月淡淡收回眼，弯腰拿下食物摆好，没愤怒也没惊喜，冷淡的像不认识。于北堂预料到他会是这反应，早提前准备好措辞，张口车谎：“林庭月，今天我生日。”人还是没回应。于北堂收了笑，颓丧地坐进沙发，一句生日快乐都不能说吗？食物摆好，林庭月站直身体，手在口袋里摸索一圈，没找到手机，终于掀起眼皮看过去，抬手指向他，右食指伸出，拇和中指相捏，向一侧挥动张开，手语讲：“你又想做什么？”“想你陪我过生日。”于北堂声音很小，可怜兮兮的：“我知道你是多忙碌，这几天才忍着没来找你。可今天是我18岁生日。”他打开保温饭盒，眼巴巴望着林庭月：“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吃顿饭？我做了蛋炒饭，特意从家里带过来，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时间。”林庭月面无表情，比看剧的观众还冷静，手臂抬起一下一下的讲：“是忍着不来，还是不需要了？”于北堂怔住，高三时间太紧，最近几天刘一强没出现，他一时松懈，时间更多用在复习上，对林庭月没之前那么上心，也就3-2天而已。什么都瞒不过林庭月的眼睛，他像被剥光衣服似的，脊背泛起一层层凉意。但艺考成绩优异的于北堂面不改色，未露任何破绽，依旧是情不得志的小委屈。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怎么能知道我的想法？林庭月不再多言，3-2步走到门边，于北堂追过去堵住门，对视一刹，清透的眼睛发起水雾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林庭月没答也没动，两人站在门边，隔着1人宽的距离，望着彼此，一个不言，一个不动。灯光变幻，忽明忽暗，明时他们能在对方眼睛里看见自己，暗时各自隐匿，各怀心思。林庭月无法用语言表达想法，
却用这双凶冷的眼睛吓走过许多人。可面前的这个女孩心如明镜，就是不怕，一次比一次嚣张，像把包裹着彩色棉花糖的利剑，贪恋必会穿起喉咙。知道就离我远点。她推开人走了。于北堂靠在墙上，关上门，抹干眼睛，收了情绪。人来了，钱也花了，不能浪费。他摁开亮一点的灯，坐回沙发，扣上保温饭盒的盖子，从包里拿出卷子展平，边插着果盘上的水果吃，边写题。不知不觉屏幕提示包房的时间快到了。他收起卷子，瞥了眼桌上的保温饭盒，今晚没任何收获，白跑一趟。林庭月这难啃的骨头真令人捉摸不透。不过也没什么，林庭月若是其他那样好接触的男生，刘一强也不会怕他。这次不行就下一次。于北堂背上书包走到门边，门开一瞬，和外面站着的高瘦身影撞个正着。你站门外干嘛？于北堂迟疑一瞬，到嘴边的话咽回去，快速恢复楚楚可怜的眸光，望着林庭月，什么都不说。林庭月也不解释。走廊人来人往，歌声嘈杂，他们一个门里，一个门外，隔着半人宽的距离，目光纠缠，像乱了的毛线团，说不清缘由，理不出头绪。良久，于北堂一开眼，语气透着不开心：我回去了。迈步走了2步，手腕被拉住，扯回包间。林庭月踢上门，拉着于北堂绕过茶几，按进沙发，松开手，把蛋糕放在桌面，解开袋子，插上蜡烛，点燃，推到他面前，隐隐火光照亮包间。粉色的草莓生日蛋糕上插着18两根蜡烛。于北堂真正的18岁生日在于敏丧期，没心思庆祝，自动略过。未曾想，过了这么多天，以这样一种方式补回来。拙劣的谎言，虚假的生日，讲不出祝福的林庭月，一切都和开心扯不上关系。他却迟迟不愿不吹灭眼的烛光。蜡烛燃烧，烛光摇曳，铺在雪白奶油上的草莓鲜红明亮，像少年人的心脏，鲜艳热烈。于北堂演技失灵，盯着蜡烛久久没动。林庭月抬手手指了下，他才恋恋不舍地吹灭。谢谢。林庭月再无他话，端起茶几上的保温饭盒，打开盖子吃他做的蛋炒饭。于北堂手握塑料刀，刀尖轻滑奶油，视线偷偷瞥向一旁。林庭月沉默地吃着蛋炒饭，一如往常的疏离。如果他可以讲话，还会这样冷淡吗？声音又会是怎样的？于北堂切开蛋糕，放在林庭月面前一块，拿起叉子，心不在焉地挖蛋糕上的奶油吃。他小时候挑食，吃生日蛋糕只吃奶油，融化时舌尖仿佛开了朵花，身心愉悦。他喜欢那种感觉。于明宠着不管，久而久之养成坏习惯，到现在还是只喜欢那层奶油。但这一次开出的是橙花，苦涩从口腔蔓延到心脏。他对林庭月讲过太多谎话，某一天会遭报应的。奶油的味道越来越不对，于北堂放下叉子，不吃了。林庭月手肘撑着膝盖，掌心里端着饭盒，炒饭下去1多半，专注又安静。于北堂想到林庭月坐在收银台写代码，也是这样专注安静，好像在任何嘈杂环境，他都能隔绝在纷扰之外，专心做自己的事。目光被钳住，他不慌不忙地收回视线，若无其事地垂头拿叉子戳奶油上的草莓。突然，于北堂指尖弯了块奶油，趁林庭月不注意抹在他脸颊，长长一条像条猫的胡须。林庭月眼里闪过丝惊诧，没人敢对他这样。不等他发作，脸上又多了一道白色胡须。于北堂看着自己的杰作，咯咯大笑：你好像猫。林庭月见人表情不对，于北堂啧了声，感叹道：还是要发怒的猫。他天不怕地不怕地拿起手机拍下照片，朝着林庭月得意地晃了晃，颇有威胁意味。不要惹我啊，不然我把照片发到群里给同学们欣赏一下。林庭月放下蛋炒饭，手语提示他删掉。于北堂手机举过头顶：你笑一下我就删。林庭月这姑娘胆子大到离谱。林庭月不想跳进他设的圈套，抬手去抢。于北堂眼疾手快地把手机藏在身后，振振有词：笑一下就能解决的事，干嘛要用暴力？林庭月不废话，扭身去他身后继续往下抢。于北堂不知不觉后靠到极限，身体和沙发间没有一点能挤压的空隙，无处可躲。林庭月在这时猛一下亲过来，掌心伸向于北堂背后，握住他手腕：别碰我手机。于北堂挣扎着不给他，林庭月手臂持续向后，用力去抓他手里的手机，不能删掉，后面没地方躲。于北堂左右散躲，4条鱼动来动去。沙发上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，打断专注争抢的两人。林庭月循声低头，气息向下，
一层又一层的热息喷在于北堂颈间，似连续不断的热浪，激起一片潮热的红。那片红过于醒目，他如梦初醒，意识到他们胸膛紧紧贴在一起，中间紧隔着薄薄的衣料，像在拥抱。同一时间，于北堂能感受到少年胸膛里的跳动，咚咚咚像击鼓，震得他也砰砰乱跳。视线相撞的一刹，他们弹簧似的分开。林廷月坐回原位，拿起桌上的杯子，仰头往嘴里灌，到嘴边发现杯子里没有水，放下杯子拿蛋糕，盘子里空空又放下，最终端起蛋炒饭闷头吃。于北堂把手机放在一旁不管了，掌心无意识地压着脖梗那片热热的地方，眼睛呆呆地望向画面暂停的电视屏幕前方。紫白两色的灯光幽暗地笼罩着沙发，他们相坐两边，中间隔出1人宽的距离，不算近，却能听见彼此的鼻息，细微轻盈，像2条绳子从不同方向飘来，在中间交汇系了的结，末端连接少年人疯狂的心跳。